这里莎莎，这一期我包你听懂，你要是听不懂的话，那我就给您再解释解释。那开始前我们先喝点水啊，客官们喝点水。这一期有点太干了，稿子加上原文差不多要2万字。对我来说，在镜头前坐那么久，有点太坐牢了，所以我就不露脸了。感谢大家。网络上对于人格类型理论，也就是 MBTI 的核心理论，最开始源自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的那个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非常的多。有的可能从 16P 的四色小人认识的 MBTI， 有的可能从别的渠道，比如各种小广告，我每天都能刷到好多。不过想必看这个视频的基本也都了解了16人格字母背后的8个认知过程，对吧？你一定了解了，有主导啊、辅助啊什么的。如果还不太清楚呢，也不影响您观看的。想了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总有人问啊，说一直苦于找不到好的资源去理解8种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也叫做认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功能态度 （function attitude），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到底它有多少名字？叫法很多。然后网上呢又众说纷纭嘛，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解释。我做 MBTI 科普也到现在也要2年了，我想我干脆就整一个靠谱一点的终极版啊，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书籍里原文的那种。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整理我学习过的当代类型学家写的相对比较易于理解的对8个认知过程的专业解释，我们进行逐句的解析，把难懂的部分都给讲清楚。对于想要探索自己人格类型的小伙伴，我有一句真心话要送给你：不要根据你能不能做到后面我们要聊的描述中的那些事情来判定，因为每个人都有全部的认知过程的。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努力，大部分认知过程都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我好像能做到这样的感觉。重要的是怎么判定是他们是不是犹如你用惯用手写字那样自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看对 SP 或者 NJ 人格来说都相当重要的 Extroverted Sensing 外倾感觉、外倾实感，简称 SE。那 SE 呢是 ESTP、ESFP 主要的认知过程， ISTP、ISFP 辅助的认知过程， ENTJ、ENFJ 第三的认知过程， INTJ 和 INFJ 劣势的认知过程。那为什么括号里会写说有争议与否呢？因为从荣格的心理类型问世以来，类型理论其实已经发展很久了，在保持核心不变的情况下，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拿 ENTJ 做例子，有的流派会认为说 ENTJ 的第三认知过程并不是上面写的 SE， 而是与之内外倾相反的 SI。 这部分我就不完全展开，包括在 MBTI 的官网也有聊到这些争议，甚至把第三认知过程到底是什么留给你自己去探索。哇，是不是非常的自由啊？之所以强调这个，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去辩证的学习人格类型相关的知识。专业的书籍如此，网上的言论就更加如此了。因为人格类型理论它不是个精准科学啊。用国内相对流行的就荣格8维流派的创始人 John Bowlby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人格类型的模型它来源于荣格的猜测加上一些经验，只是确实在后续的不断的使用和验证中，发现这个模型令人惊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就说荣格哇太厉害了荣格。那将来呢也是不排除有更好的模型去替代它的。所以人格类型这个模型，包括所有的8种认知过程，它并不是像什么香蕉、苹果、橘子那样，你可以从基因、从生物学去得到一个泾渭分明的划分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来跟你说你一定是或者不是某个人格类型，然后你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无视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定是他自己对于人格类型的整个体系的理解出了偏差。当一个帮助你认识自己和别人的工具没有办法让你去更认识自己和别人，当你得到了4个字母但是完全无法认同或者理解其中的含义的时候，他们真的毫无意义。
我从3年前开始正式学习人格类型理论以来半年以上的长程课程，参加了至少有5期，包括 John Bowlby、Linda Barons、Daryl Nadi 这些当代类型学权威的课程，也和很多类型学网站的创始人做过学习交流，像是 Personality Hacker、MBTI Notes、Psychology Junkie 的创始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出来谁必定是什么人格类型的结论，哪怕在咨询中也是如此。我接触过最快给结论的咨询是 Personality Hacker 的创始人 Antonia， 是一个 ENTP， 他会在15到30分钟就给一个结果，但是他给出的结果是用于后续的讨论和交流的，他不是作为说给你板上钉钉盖棺定论。而像 Linda Barons 是个 INTP， 她的咨询甚至在1个小时的交流之后，仅仅会给你3到4个类型的描述，让你自己去阅读，留着问题等到下期咨询去澄清，去帮你理解。所以探索人格类型真的是不能着急的，也不用着急啊。又扯远了，不好意思。我们回到科普，那我们来看一下 MBTI 对 SE 的描述。我还是得再说一下就是 MBTI 它真正的官网是 Myers-Briggs 它有一个商用的，也有一个 organization 一个基金会，它并不是 16 personalities。16 personalities 是 MBTI 算是它的一个同人作品吧，因为 MBTI 它已经非常努力的易于传播了。就 16P 他更加努力，甚至在官网他都明说我自己已经不考虑人格类型理论了只是特质理论借用了 MBTI 的格式。我没有任何贬义特质理论有自己的好处，只是确实它和 MBTI 与其他人格类型的理论它不是一回事儿，它们的概念其实不太适用于互相借用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MBTI 他们官方到底是怎么描述 SE 的吧。是这样说的：基于此地和此刻的信息采取行动，喜欢体验世界，活跃、健谈、社交，信任当下，相信有形和现实的东西。关键词是体验、实践。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活跃、健谈、社交这样的描述并不仅限于说 ESTP 和 ESFP， 而是说当一个人积极的投身于 SE 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很容易展示出这样的特质，并不意味着说你有这样的特质你就是偏好 SE 的人。导致这些特质的原因非常多，对 SE 的偏好仅仅是其中之一。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Leona 和 Mark 的观点他们对于 SE 的描述，他们2位都是类型学领域的资深专家了。这个描述来自于他们的著作 Building Blocks of Personality Types。这本书是由就是 Catherine Myers 和 John Bowlby 2位大佬就是联名推荐的，真的是特别好，特别说人话又很专业的一本书感兴趣的可以在国际 Amazon 上购买他们是这样描述的：向外专注于通过五感获取信息，是唯一不受过去、现在或将来影响的感知过程。意识到并连接到当前的外部环境，快速注意到客观事实及其所有细节，非常依赖异常准确的视觉感知，眼见为实，重视事物本身，而不是个人对事物的反应或关系，寻求在当下环境中的全面感官体验。这里的五感是笼统的说法，它一般包含所有的物理感觉，比如说阅读本身也是在通过五感去获取信息。而这里提到的非常依赖异常准确的视觉感知，这里经常被人误会说他们一定有异常准确的视觉感知，这是不对的，因为你非常依赖它不意味着你就拥有它，只是说明你非常的需要它。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做不依赖准确的视觉感知？你可能会觉得我看不清无所谓啊。那什么叫做依赖呢？你会觉得说不行，我必须要看清，我真的好想看得很清楚有提到说 SE 不是个人对于事物的反应或关系，那这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事物带给个人的主观感觉，SE 不重视这些主观感觉。举个例子就是说
哎，这个房子给我很安心的感觉，这种安心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在外界的物理信息很直观的给你的，而是你个人对它的感觉。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Linda 和 Dario 对于 SE 的描述。那这个观点的出处是他们的著作 Understanding Yourself and Others。Linda Behrens 呢是类型理论广受认可的权威了，之前国际心理类型协会 APTI 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专门颁发给对心理类型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Dario Nadi 一直都在做人格类型和大脑相关的研究，虽然我是觉得启发意义大于实证意义了，但是他对于理论的理解特别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关于 SE 他们是这样描述的：外情感知发生在我们觉察物理世界中丰富细节的时候，我们会被吸引去根据我们所体验到的东西采取行动，以获得及时的结果。在信息和体验的海洋中，我们注意到有关的事实和遭遇，尽可能多的学习我们所关注的场景中的信息，尽可能多的学习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会积极寻求更多的输入，以获得全局的途径，直到所有的输入源都被耗尽，或者有其他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自由地追随令人兴奋的身体冲动或本能，享受在当下行动的刺激感和紧张感时，外情感觉就在起作用。外情感觉在我们行动、触摸和感知周围事物的过程中，可能会让我们出现一种与物理世界合一的感觉和完全的沉浸感。这个认知过程会及时读取线索，看看我们在保证获得我们想要的影响或做出及时反应的情况下能走多远。什么叫做物理世界的丰富细节呢？物理世界也说过了，它其实范围非常的广泛，不只有体育运动或者需要身体敏捷的地方才叫物理世界，像看书、看电影、你看视频学习，其实都涉及到了物理世界。而丰富的细节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并不是你觉察了物理世界你就是 SE 了。比如说我用手抚摸麦克风，对吧？那这不是一种 SE， 而是我们要被物理世界中的丰富细节所吸引，关注这些细节本身，这才是 SE。所以哪怕是 ESTP 和 ESFP， 他们也可以经常因为不看路而摔跤的。也许他们正在关注的是物理世界中路之外的其他的丰富细节，对吧？所以他们就没有留意到路况。如果你想要走路不摔跤，你得养成认路的好习惯不是人格类型相关的东西。后面提到的说 SE 其实他想要尽可能多的学习，这就是说他想要最大限度的去感知一切的信息。如果我想感知周围环境，那我就最大限度的感知环境中的一切，不错过这些细节。那如果我只想感知我眼前的这个视频，那可能我会注意这个视频里的很多不同的生动的物理细节。而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SE 本身它是非常想看到全局的图景的。很多 SE 的偏好者，像 ESTP、ESFP， 他们都会认为我是很有大局观的人，这个非常的正确。只是说重要的是 SE 它是通过不断的向外去寻求外部的输入来看到全局，而不是向里面去寻求自己的猜测预测，那个会更像是 NI 的表现。大概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要把能收集到的信息都收集到，借此来看清眼前是什么事情。而这里提到的当下行动的刺激感，它不只有运动才有刺激感和紧张感的，基本上很多调动注意力需要时刻保持关注的活动都能带来这种感觉，像是捉迷藏台上演讲辩论赛没有某个特定的活动一定会和 SE 绑定，因为这个非常的因人而异。甚至有的人会跟我说他在考试的时候觉得很刺激很紧张。什么叫做这里提到的和物理世界的合一呢？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深思熟虑，你在凭着你自己都不太能够清晰捕捉到的一种本能去迅速的行动。有的人会说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神经，其实也不只是在运动方面会有这种和物理世界的合一感，包括你在跳舞你甚至在看书这里面的时候都有可能有这种感觉。最后一句话可能稍微有点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
你在根据所读取的即时线索去立刻做出反应，你看看说你能够做到什么地步才会失手。举一个例子，就是你玩对战游戏，你冲出去跟人 PK， 然后想凭着反应力躲开对方的攻击，这就是你在读取线索做出及时的反应，对吧？然后你一直到自己被打死，你就失手了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introverted sensing， 也就是对 SJ 和 NP 人格来说格外重要的内倾感觉，或者叫做内倾实感。SI 呢是 ISTJ 和 ISFJ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ESTJ、ESFJ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INTP 和 INFP 第三的认知过程，是 ENTP 和 ENFP 劣势的认知过程。